哇！你们看，哇！吓我一跳啊！嘿，大家伙早喽！6月9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今天也是第一个训练日。上个训练日的最后，上个训练周期的最后一个训练日，我们跑强度。朋友不是说左腿、小腿内侧有点疼痛吗？这就都是正常现象。你看，昨天我早上起来，因为有观众约，我就来大阪城跑了一圈，7公里多，大概跑到4公里左右，还是会有轻微疼痛。然后你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都没事儿，它就是慢慢的，你就自己掌握。你要是昨天跑了7公里，今天更疼了，那肯定不行，对吧？慢慢掌握。但是今天咱们不说伤病，今天聊聊最近跟一些小伙伴沟通我的一些感想，对，就关于跑步、关于训练、进步、目标这些东西，好吗？我现在就迫切的等着我的跑步次数够了，能让这块970加 HRM 600我显示出我的跑步经济性，我非常好奇。最近跟一些朋友聊，包括也回答一些问题。像那天直播我说有人问我说能不能给他制定一个计划，让他能够实现5分钟的配速的日常训练。还有小伙伴说断断续续在跑，然后目标是什么，咱们今天就一个一个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会陷入一种困惑中，就是我到底是要让对方开心，还是要表述自己的真实感觉。大多数时候我选择后者，无论选择前者是不是有经济利益。对，我知道有时候说了实话，对方可能听了不高兴，但是其实我说句心里话，听了不高兴的小伙伴，不高兴的原因是他其实知道，或者他隐约知道他的想法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结论，所以他不高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跟一位小伙伴聊，小伙伴说1-2年前开始跑步，然后呢因为什么事儿就停了，一停好几个月，然后又断断续续开始跑步。然后我说那现在怎么练呀？他说跟着某某课表在练。我说那能坚持下来吗？他说有时候不能，然后熬夜起不来。就是有时候你跟人沟通，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方说，比方我说哎呦我今天起晚了，差点迟到，是一种感觉。有人跟你说哎我这起不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对，我就隐约感觉到好像跑步对他不是一个很能持续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每一件事儿的。就跟我一样，我也不喜欢学习，所以我也不在这事儿上去追求。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热爱的那个点，就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土壤，就看他适合种什么。那可能跑步这事儿就不适合您，对吧？然后一聊说目标是什么呀？我说现在什么情况？他说5公里能跑到25分钟。我心说我说哎那还行，因为刚恢复跑步几个月。但是呢又说目标是什么？我说目标是什么？他说我想忘了是多长时间了，反正时间不长，在多长时间内我想5公里跑进20分钟。然后我说这个我客气了一下，我说这怕是有点难。对方紧接着说那如果我的训练科学一些呢？我说这个不是科学的事儿。我说5公里进20分钟是要吃苦的。也就这样了。
然后也有小伙伴来问说，我都跑了半年了，怎么一抬腿还160、170的心率，还只能跑6分的配速？那再正常不过了，才半年。就跑步这个事情，就是它不，或者任何事情其实都不太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有时候是好词，有的时候不是好词。今天就想跟大家聊目标这个事儿，我分析分析我就回忆我做好多事儿，不仅仅是跑步，但是这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其实我都没有什么目标，就当年上学，我的目标也不是考一个好大学，就我没有这个目标。我觉得就是我上学，我把学上好，认真听讲，完成作业，时不时的给自己找点额外的东西做一做。然后后来你说进入社会，我找工作的目标，我也说我找一个，就为了，其实我找工作的目标就是找一工作，而不是说去，但是那年代跟现在不一样，你去比较谁家的 offer 怎么样，那时候也没有比较，找一工作就去了。然后在工作过程中呢，好像我也没有目标是说我要不停的升职加薪，我要讨好谁，好像也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工作，该我做的我就做好。当然这可能跟我生活的年代有关系，我可能比和我交流这几个小伙伴都年长几年。那几年跟后来的社会很不一样的，就85年和90年出生的人，就是他几岁那个时候有记忆那几年，社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但是呢，我能把每件事都做好。等真正什么时候有目标呢？那可能也就是你看到现在我做了这么多事儿，工作了这么多年，然后做自媒体做了这么多年，跑步跑了这么多年，对这3件事情我开始有目标了，有清晰的目标了。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也没有目标，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就想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都不跑我跑，我就很可以了。或者说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里没有跑步，我有，并且我坚持下来了，那就很可以了，那就不会太差。你有目标又能怎么样呢？有目标你也不可能比我当时就想，我也不可能比跑得再多了，我也不可能每天跑得再快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上学、工作，各种都一样。你有目标，你该做好还是要做好。既然你已经做好了，你的目标摆在那儿跟不摆在那儿没有什么必要。而往往如果前面有一个，就我这种性格啊，当然这事儿真的跟性格有关系，往往你要有一个目标在那儿等着我，那怎么说呢，就好像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太刻意的取舍，但是有时候这个取舍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因为你没有那个经历和没有那个认知。这就跟你玩《仙剑奇侠传》，你们看，吓我一跳啊！这野生的吗？我不知道。这跟玩《仙剑奇侠传》似的，或者玩游戏，你如果目标是通关，就是超级玛丽啊。你说你目标是我要迅速的打完8关，那跳关往前走。但是呢，你可能丧失一些，比方我突然出现在水下了，我这儿发现一个隐藏的可以大人踩12下还是11下的金币，这些你就都不踩了，对不对？那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好像也挺没意思的。那说回跑步这事儿，我觉得我承认有的人进步很快，就一上来第1年就能跑得很好，无论是可能以前有些运动基础，或者是身体的硬件条件本身就不错，是有这种小伙伴的。但是我觉得，就我还有一种性格，就是我做任何事儿，甭管我擅不擅长，我都是带着不自信开始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上来就行，
那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人家可能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行，那凭什么我上来就能行？所以一开始我都是带着不自信开始的。就跑步这个事儿，一开始我建议小伙伴们别想那么多，因为你上来所有的目标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你会觉得你离那个目标特别远，然后你就不想干了。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从一个每天要做的事情变成我是要靠每天做去实现最后那个目标的话，那这件事儿就我觉得就失去了一些意义。除非你本来就是为了那个目标的，比方说我们要载人登月，或者我们要怎么样，那这就是这目标，我就以这个为目的。但是我们普通人生活，尤其是马拉松这种事情，跑步这种事情，我说句实话，就看老多人说是你又不赢房子不赢地，对吧？最多有个健康身体，有点成就感，然后有个事情为他奋斗，就特别好，真心话。包括你看专业运动员也是，你看特别急功近利的人，反而没有太好的成绩。你就每天去干，你的这个目标是清晰了。现在也有小伙伴在沟通说，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那我应该怎么练呢？是不是应该加点间歇呢？是不是应该加点阈值呢？你看我跟大家伙的建议一直是，我就最多说，我说初跑者在跑的少的时候，跑不了那么多的时候，每次训练都稍微尽点力。就像我现在这种，这对我来说这个轻松度的这种轻松跑就尽量少一些。我也就这么说，我不会跟你说啊，你每天都要跑阈值，那阈值是什么呀？对吧？不一定都能理解，而且你也测不准，也就是这样。我跟这种小伙伴回答就是，你现在不用想那么多，你就跑下去，到明年这时候你再回头看，就有了自己的初步的方向，到后年才回头看，方向就更清晰一些。你就算有专业的教练指导你，一直看着你，一直了解你的情况，那其实最后做还是要靠自己，要靠自己感觉和摸索。就像李毅教练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思考，那思考怎么来？从训练中来。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跑步这个事情特别符合一句话，叫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但是呢，我们的目的首先不是要把它读100遍，目的也不是让它的意义体现，我们的目的是持续这个读书的过程。你甚至也不需要记是不是100遍，等有一天你读着读着，发现我好像明白点了，那就到时候了，好吗？加油加油！来，小伙伴们，小伙伴们早，大家好，见到真人了，见到真人了，见到真人了。这就是咱们群里说要来看国宝展的那位先生。哪天到的？昨天到的。昨天，对，我记得你说是周一第一天，但是好像说周一他们休息是吗？对，然后趁今天不下雨，过来慢跑，看看能不能偶遇。可以。对，明天可能就下雨了。对，明天下雨。反正随缘，能看就看。那个国宝展就是在天王寺那个动物园那儿，然后正好趁这段时间把3个地方都看了，就比较赶了。哦，可以。那大阪是一个，还另外2个在哪儿呢？京都和奈良。京都和奈良。对，就展示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对，明白。然后之前没时间，然后这次正好有时间，我说请了4天假。从哪儿来的？江苏无锡。江苏无锡，那还挺近的。对，然后上次大阪早餐跑也在。太好了，太好了！那时候见面就 PB 了。那时候还不是大阪 PB 了是吗 ？PB 了多少？316，最好是326。哦，10分钟呢，刚好10分钟。那今年就3小时了。希望。可以，不错啊，小伙伴们，待会儿再聊。
哎，6月9号星期一7点半了，训练结束。第一个训练日还是一个轻松跑的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5分10，1小时48，平均心率134，还可以。像我这么跑的话，新的这个步速损失是2.9%，那天那15公里是2.1%。就稍微快一点的时候，今天碰到了观众，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这儿有一个广告，刚才去看信箱，给你们看看啊。60.7平米的房子，售价7800万日元。这一栋楼有68户，土地面积是607.82平方米，管理费1个月9310，然后各种的修的这种基金每个月15500，这么贵。然后有这个煤气，对，这边好多楼是没有煤气的。我们家租的房子就是这个楼都是全无电力的。就是那个还特有钱，那个昭和的末期的时候建的那种建筑，好多都是就完全不计成本，热水器也特别费电。行吧，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就是我一般觉得这种话题我不爱说，我怕说了可能有人听高兴，有人听不高兴。而且他跟我所说那所谓的什么追星逐月呀，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说的那个追星逐月，都是指平时的努力。就看不光是我也看有小伙伴发自媒体或者发社交媒体说更喜欢训练胜过比赛。这种小伙伴一般都是很能踏实训练的，因为比赛其实就是目的，训练是过程。我觉得过程的努力和过程的经历，也许要比比赛更加的重要。对，比赛获得的更多的是乐趣。行吧，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